手术善其事。颜面骨折最常见就是车祸，然后再来就是高处坠落，然后还有当然有一些比较脆弱的，它是摔倒，都有可能颜面骨折。高风险大概就是第一个年纪比较大，骨质比较疏松，那再来就是中年以后，女生的骨质又比较疏松，这是一个高风险。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是一些比较重劳力的，它有可能接触到的这个撞击，它这个坠落的高度比较高，那都是有可能有比较厉害颜面骨骨折。其实最多就是车祸，那尤其是这个骑机车，那因为大家安全帽通常都不是全罩式的，都是3/4或者是半罩。那这种一撞下去，脑袋没事，但是底下都碎掉了。一般有分这个额骨的、颅骨的骨折，然后眼眶骨周边的骨折，再来就是上颚骨、下颚骨的骨折。比如说这个颅骨的骨折，那最怕影响到就是脑袋、脑出血。那眼眶骨周围的骨折，通常影响到的是我们这个眼距的改变，还有眼球肌肉的这个活动。因为骨头碎掉了，肌肉就有可能会跑掉，所以看东西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复视的情况，一个东西就会模糊变2个。那当然也有可能伤到视神经，造成视力的损失。那上颚骨跟下颚骨的骨折，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咬合，牙齿会对不齐。那尤其是上颚骨的骨折，除了咬合以外，它改变更多是我们的脸的对称性。那下颚骨骨折当然咬合以外，它会让我们的这个下颚的轮廓有一些改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到这个骨折的部位，你才能去做复位固定。那如果今天颜面骨它同时合并了开放性的伤口，那在伤口冲洗干净之后，我们是有机会从伤口进去做骨折的固定。可是如果它颜面骨骨折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伤口，或者伤口的位置跟骨折的部位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必须就要有一些方法，从比较不明显的地方去做骨折的复位跟固定。比如说眼眶骨的骨折，那眼眶骨的骨折通常在这个周边，我们可能就要从眼睑的地方把它打开来，从里面去做固定。那或者是像这个颧骨的骨折，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嘴巴里面进去，从这个进去一直到这里把它做复位，或者是把这边断裂从嘴巴打开来做固定。那下颌骨的骨折，我们也可以从嘴巴牙龈的底下打开来去做这边的固定。所以尽可能的我们都不会在脸上制造新的疤痕。通常颜面骨骨折的疤痕都是受伤当下就决定的。对，那现在的医疗技术其实蛮进步了，大部分的骨折是不需要在我们看得到的皮肤上制造新的伤口就可以做处理。那像现在还有很多是内视镜的，它就可以从同一个这个刀口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做矫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这个如果是以往只是把这个眼睑，把这个眼睑把它打开，我们可能只能接触到眼眶骨，还有这眼底骨的比较前段的部分。那现在因为有内视镜，有这个可以看到比较深，这个内视镜都是细细的管子，它可以一直看到里面的视神经，然后再做一些像它有一些工具是可以磨、可以切割的，把一些碎骨做处理，所以它不用说开到这么大，可以用比较小的伤口，从比较远的地方就进去到这个位置。如果它没有立即性的生命危险，骨折的复位是越早越好。因为通常我们受伤的当下其实不是最重，通常都是2-3天之后比较重。所以我们会希望，如果他今天没有厉害的脑出血，胸口没有严重的气血胸、心脏的问题，只要没有这些危及生命危险的情况，我们都会希望早一点复位。因为你过了2-3天你不复位，它开始肿起来了，你就很难用小的伤口进去做这个很确实的把它矫正回来再固定，因为到时候肉都紧紧的，很难做这些事情。那如果手术过了受伤完毕过了2-3个礼拜之后，另外一个麻烦是说，我们骨头刚开始断裂的时候，很像那个瓷砖被敲碎，
它的裂痕其实是干净的，你很容易对回去再固定。可是，在2-3周后，它会有一些新的小骨头开始产生，所以这个骨头你到时候是对不回去的。你看到裂痕可是毛毛的，很多小骨头，结果你对不回去。所以2-3周之后的骨折，你甚至还要把这些新的骨头再重新敲碎，而且你新敲的这个裂痕，它又会跟原来的裂痕又跑掉了。所以2-3周之后的复位其实是更难漂亮的，所以都会希望是早一点做。其实目前颜面骨骨折的骨钉啊，大部分都是钛合金的。钛合金的话，健保都有给付。好，那像现在有一种新的叫做可吸收的这个材料，就是说它固定，不管是骨板或骨钉，它是做一个聚合物，它在2年的时候会吸收。那这种是需要自费的。每一家这个代言的这个厂商，它的费用差价会蛮大的。那有的算法是用一个钉子、一个骨板来算，也有的是用一套。比如说，我今天只要开了这一套，可能就是5万块、8万块这样算，所以算法不太一样。好，那一般骨钉骨板就是第一个就是材质，那当然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大一点的，可能是用不锈钢的。那现在大部分像颜面骨的比较小的都是用钛合金的。好，那钛合金的骨钉骨板，它除了这个长短，好，它每一个骨钉的这个直径的粗细以外，那一个很重要的分类就有的是尖的，有的是钝的。那钝的这种骨钉，它必须要用这个钻洞的器械先钻洞再固定。那尖的这种，它是可以不用钻洞直接固定。那它会有各自不同适合的这骨折的情况在用。其实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啊，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钛合金的骨钉骨板。那会用可吸收式的，主要是针对一些像这个你会怕说它的骨头它生长的比较慢，比如说老年人骨质疏松，好，或者是中年以后的妇女，好，那这种情况，因为它的骨头本来它可能就比较脆弱，所以我们会希望它是用钛合金的骨钉骨板，强度还是比较高。那如果是对年轻人在发育期的，我们可能就觉得说，你可以考虑用可吸收的骨钉骨板。那事实上在使用，我们并没有发现很大的差异性。不过有的家长他会想说，我的小孩以后脸上不要留这些外来物，这时候我们就会考虑用自费的可吸收骨钉骨板。3D 列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颅骨，粉碎性的骨折，那你当下进去，它可能都是碎骨，你很难做到去从这个骨头，你没办法去精确的抓到它该怎么样去复位，才会有一个对称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手术前先做一个3D 的这个断层扫描，先把这边没有受伤的去做一个投影。投影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说这边的骨头要拉到哪一个位置去做固定。那这样子的方式也常用在刚刚讲的这个颜面骨的骨折，因为有时候进去之后发现骨头很碎了，你虽然把它对起来，可是你不知道它是多高多低，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以好的那一边做一个镜像。那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做导航的手术，就是说我今天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个像这样的感应器，好，它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从荧幕上看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对应的那个点。下颚也非常适合。尤其是像我们的骨折后，大家常讲的是当然是外伤，那事实上还有很多像有一些恶性肿瘤或什么，只要任何影响到下颚的结构，都可以用3D 列印来做一个镜像的模拟。那甚至都可以在手术前，他就先把这些要用的骨钉骨板都已经折好要用的形状，所以到时候其实不是去对完骨头才来固定，而是把一个已经折好角度的骨钉骨板靠上去，把骨头拉过来。当它位置到了骨钉骨板的这个位置，就是对称的位置，所以是用骨钉骨板来引导它该去的位置。这个自费通常就是因为在做这个导航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导航点，它那个上面有一些这个感应器，它需要的是这个地方是自费的。对，那大部分的还是健保给付。一般来讲还是要知道说它，因为颜面骨就是在头部，那最常要注意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受伤的病人，他是不是有一个脑出血，或者他还正在变恶化中，那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那还有像有的这个眼眶骨周边的骨折，其实它的撞击力道造成后面
眼球后面的这个血肿，如果它的血肿还在就是在厉害，然后在很快的变大，这个时候其实是要先处理，不然它有可能影响到是眼睛的视力。通常就是视力没有问题，好，这个病人的生命危险好都确定都 OK 的时候，我们就尽早的做颜面骨的复位。当然第一个是功能性，比如说像眼眶骨的骨折，你今天如果没有去做一个复位，它有可能就是有高低眼，好，那看东西就会复视，那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生活。那当然还有很多人是对称性的问题，如果你不在这个短期去做一个复位，在长期他可能就觉得说他有大小脸的问题。好，那如果像刚刚有讲到上颌骨跟下颌骨没有复位的话，这个其实问题更大，因为他没有办法吃东西。好，所以这个是功能性的，这个甚至比对称性啊这些还要重要。术后就是说，如果他本身脸部有疤痕的话，那这个疤痕，第一个我们就是第一个，有些病人他需要修疤手术，把它修漂亮。那再有的需要打雷射做按摩，像这个眼眶骨的骨折，它常常会影响到眼外肌它的附着点，所以这个术后常要叫病人练习上下左右，要一直去动，好让那个肌肉赶快的找到它的位置，才不会以后对不了焦，看东西会一个变两个。那针对像刚刚有一些手术是说，我们从这些黏膜进去的，好上颚骨、下颚骨黏膜进去的这些手术，因为它会在黏膜上也会留下疤痕，所以我们会希望病人在手术完多做这种口腔、眼睛周围的复健、嘴巴的运动，比如说常请病人这样吹，或者是手进去拉扯这个黏膜，好或压去拉都要做。那这样以后他的这个肌肉的表情会比较自然，比较不会僵硬。但是有极少数的病人，他有可能觉得说，他打骨钉的地方就是随着气候换季的时候，他觉得会酸痛。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建议，那就把它拿出来。但是拿出来，它不一定会改善，但是它有机会改善。那如果是可吸收的骨钉骨板，因为它在2年后就没有了，所以就没有取出的这个问题。钛合金的骨钉骨板，它基本上它是不会带磁性的，所以它过海关、输电啊这些感应器是不会哔哔叫。那再来就是说，大家在意的就是说，我如果以后到医院做健康检查，那钛合金的骨板，因为它不会产生磁性，所以什么检查都可以做。那最主要就是这个核磁共振，它一样是可以进去的。